緬北電詐頭目被公開通緝，大快人心。從盤踞果敢的四大家族，到捲土重來的同盟軍，再到新曝光的電詐頭目，如今的緬北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公開悬赏通緝緬北果敢自治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重要頭目明學昌、明國平、明菊蘭、明珍珍。與先前大家熟知的四大家族類似，這次好日子走到頭的明家同樣也是家族作案犯罪。明學昌曾任緬甸善邦議會議員、果敢自治區領導委員會委員，早年間在老果敢王彭家聲的手下做事，從一個小小的村幹部到官至果敢副縣長，短短幾年就平步青雲。明學昌的出頭完全離不開彭家聲的扶持。可隨着白所成的謀權篡位，彭家聲敗走麥城，明學昌馬上臨陣倒戈，聯合白所成、緬甸軍方一統，成為果敢老街的新主人。升至縣長後，明學昌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將2個兒子分別安排進了軍警系統，一個擔任10果敢園子鄉民兵中隊中隊長，一個擔任果敢警察營的營長。表面上看，民兵大隊和警察營都是維護社會治安、為人民服務做事，可實際上他們卻是披着正義化身的外衣，幹着魔鬼般的行徑，開賭場、搞電詐、嘎腰子，無惡不作。明家軍警通吃，自然成了從事電詐產業的一把保護傘。而此次通緝名單中的明國平就是明學昌的兒子，他膝下有2個兒子，一個叫明光才，在父親手下擔任警察營副營長，隨時準備子承父業；另一個叫明光忠，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學。據說在升學宴那天，明學昌為孫子大擺宴席，歌舞升平，出席的賓客也都是社會各界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就連4大家族之首的白家家主白所成都親自到場祝賀。明學昌還發言稱，在果敢歷代180多年的歷史當中，從未出現過考取中國北京大學的人，如今自己的孫子脫穎而出，這是一生用金錢都買不到的光榮，他為此而感到驕傲。但根據目前的最新消息，此事已經得到了闢謠。北大宣傳部回應，明光忠不是北大學生，他這個情況是假的。明學昌的2兒子明國安，此次雖然沒在通緝名單內，但也不是什麼善茬，手上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他一手創辦了臥虎山莊，正是對中國人最狠的電詐園區。這裡壁壘森嚴，不僅四周布滿鐵絲網，門口還有重兵把守，一旦落入明家電詐的圈套，想逃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隨着緬北電信詐騙犯罪越發肆無忌憚，中國政府採取了堅決的行動，與緬甸政府強聯手，加大力度打擊跨境電信詐騙活動。可明家卻依然不知收斂。就在前不久，發生了一件骇人聽聞的臥虎山莊1020事件，導致包括4名臥底警察在內的70多名中國籍公民被殘忍槍殺。此事徹底激起民憤，我國繼續重拳出擊，對明家下達了最後通牒。而緊隨其後的還有4大家族成員，他們紛紛喊話家人趕緊收手，放出所有中國人。在打擊緬北電詐這件事上，相信4大家族不是第一個，明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後續還會有更多的電詐園區和犯罪人員向正義低頭。大家有哪些看法？歡迎留言討論。